傳統的印尼千層糕通常是9層，為了更細膩的漸變效果，我把它升級到了19層，從純白過渡到翠綠，像不像雨後的竹林？這不僅僅是為了好看，更是為了口感。很多人做千层糕最怕2件事，一是层與层之間分家，二是放久了变硬。今天這個配方我用了一個面糊的技巧，做出來口感綿糯，有點 Q， 就算放7天都不會硬。不用斑斕粉，堅持用新鮮斑斕葉提取顏色，低糖不加香精色素，減少身體的負擔。如果你喜歡這個食譜，在開始之前記得先訂閱我，點讚收藏，隨時回來重溫。首先我們來處理主要食材斑斕葉，接近根部的地方如果有變褐色，一定要剪掉。清洗的時候要特別仔細，葉脈中間很容易藏泥沙，必須一片片洗乾淨，不然吃起來會有沙感。洗淨後，我們要把葉子切成小段，這裡要特別注意，一定要橫切，切斷它的纖維。不管你用什麼機器榨汁，斑斕葉的纖維非常強韌，如果不切碎直接打，很容易纏住刀頭，甚至燒壞馬達。接下來是榨汁，清水裡加一點點小蘇打，有助防止氧化褐变軟化纖維，保持翠綠鮮亮。以前我用攪拌機，必須加大量的水才能打得動，然後需要一個很大的容器來沉澱，沉澱時間也會很長。後來我用原汁機，只需少許水作為潤滑劑，低速運轉不會產生高溫，能最大程度保留綠葉素，榨出來的汁液顏色翠綠鮮豔，而且機器會自動把纖維和汁液分離，不需要再辛苦的手擠，沒有高速攪拌產生熱氧化變黑，省時又省力。不到5分鐘，300克的葉子就全部處理完了，還沒等我發會呆呢，已經水靈靈的完成了。榨好的斑斕汁不要馬上用，我們需要讓它靜止，把汁液放進冰箱冷藏過夜。你會發現濃稠的深綠色斑斕精華沉澱在底部，上面是一層比較清的水。我們要的就是底下這層濃縮液。原汁機榨的4到5個小時就完成沉澱了。取出的時候有個小技巧，如果用勺子舀，很容易把底下的濃縮液攪混。我用這種虹吸管，輕輕地把上層透明的水分吸出來。貼近底部的最後一點，可以用滴管小心吸走，我們就得到了高濃度斑斕葉，顏色深綠，香氣濃郁，沒有苦味。接下來製作基礎面糊，椰漿每100克24克脂肪，糖的部分我用了单晶冰糖，為了降低熱量，我還剩了些羅漢果糖。先把冰糖磨成糖粉，這樣溶解得更快。鍋裡加入冰糖粉、羅漢果糖、鹽、一清水，開中小火加熱，攪拌直到糖完全溶解。注意哦，不需要煮沸。看到開始冒煙，大約70到80度就可以關火了。離火之後，立刻倒入椰漿。這時候你會看到椰漿分層了，高脂肪的會浮在上面，別擔心，攪拌一下，脂肪層就會在熱椰清水裡慢慢融化。如果有沒化開的顆粒，過篩一下就好。現在我們要做最關鍵的一步，燙熟漿，把木薯粉和粘米粉混合均勻，然後把剛才大約攝氏70度的热椰漿過筛倒入粉裡，同時記錄面糊的總重量，一邊倒一邊攪拌。你看粉漿變成了白色面糊，這就是千層糕半熟的狀態。如果椰漿倒進去馬上結成疙瘩，那就是燙過頭了，口感會粗糙。如果攪拌之後會分層，那就是燙的不夠，蒸的時候不好操作。這樣處理過的面糊，久放不會沉澱，蒸出來才會 Q 彈綿糯，層層分明。最後把面糊過篩，確保沒有結塊。我們稱一下總重量，因為原材料品牌差異，可能每一次重量會有差別，記錄你自己的面糊重量就行了。為了做出漂亮的漸變，我們要把手中的面糊分成7份。這裡有個數學題，我們要蒸19層，所以層數這樣分配。
白色的那一份留在大碗裡不用動，剩下的6份裝入量杯，然後上色，從深到淺，依次加入剛才準備好的斑斕濃縮液。为了讓綠色更穩定，不易褪色，我在深綠色的幾杯裡加了一點點清新沒苦味的竹葉粉，每一杯都要攪拌均勻，這樣蒸出來表面才會光滑如鏡。你看，從極淺的薄荷綠到深邃的森林綠，顏色層次一下子就出來了。準備一個長方形的玻璃模具，內壁薄薄刷一層椰子油，方便脫模。用一塊棉布把鍋蓋包起來，可以防止水汽滴落在膏體表面，破壞膏面平整，而且開蓋時也不容易燙到手。蒸鍋裡燒開水，麵糊倒入之前要攪拌均勻，水開後保持大火。我們從白色開始，倒入麵糊之後，輕輕晃一下，讓麵糊平均覆蓋，蓋上蓋子，蒸4到5分鐘。怎麼判斷熟沒熟呢？膏面非常燙，不要用手，用刮刀輕觸表面。如果膏面不沾刮刀，就代表熟了。接着倒入第2層白色，記得每次倒麵糊之前都要攪拌一下，每一層都要蒸到凝固才能倒下一層，否則2種顏色就會融在一起，層次就不明顯了。蒸的過程中，如果發現鍋裡水少了，記得要補加熱水，保持大火。你看模具的中心位置，因為距離邊緣最遠，所以熟得最慢，但同時這裡也是切開後視覺效果最明顯的位置。如果中心沒有完全蒸熟，你就急着倒入下一層麵糊，漸層就會塌下來，前功盡棄。所以倒入麵糊的時候，千萬不要直接倒在中央。肥丁的秘訣是從模具的邊緣 S 字形緩慢地倒入麵糊。你看這樣倒入的時候不會衝擊到還沒完全凝固結實的中間部位，而且 S 字形的倒法可以讓麵糊更均勻分布。最後一層深綠色倒進去後，因為層數多了，厚度增加了，最後一層蒸久一點，大約10分鐘，確保整體都熟透。剛蒸好的千層糕非常燙，而且軟趴趴的，這時候千萬不要切，一切就爛。把它拿出來放在冰水裡加速冷卻，然後放進冰箱冷藏至少4小時。最好是過夜，冷藏後的膏體會變得緊實挺立，這時候才好切。吞模的時候，用刮刀沿着邊緣畫一圈，直接倒出來就可以了。切的時候也有講究，可以用牙線或刀，我就喜歡用刀，先用熱水燙熱，或者抹一點油。切的時候，刀要垂直壓下去，一刀到底。每次切完後，刀用熱水清洗，千萬不要像切麵包那樣來回鋸，那樣切面會不平整。你看切出來的切面多麼光滑，好像寶玉。19層的斑斕糕，入口是清新的斑斕味，層層疊疊的綠意充滿生機。深綠色的糕層，斑斕味很濃郁，甚至像濃泡抹茶一樣有點甘醇。你看攪邊料像不像竹筍？斑斕的濃度隨着漸變色層遞進淡，口感綿糯，帶着一點點 Q 彈，柔軟度、甜度都剛剛好。完全不膩。斑斕葉的香氣能幫助放鬆神經，緩解壓力和焦慮，透過香氣與美味讓人心情愉悅。吃不完的不要切片，整塊包上保鮮膜，冰箱冷藏不會硬。這一塊放了6天，只有第一層外露白色口感變硬，其他部分還是一樣的綿軟。在這個追求速成的時代，願意花時間去做一份甜點，本身就是一種療癒。希望這份天然無添加的美味能讓你放鬆身心。我是肥丁，這個頻道會持續跟你分享我的原味無添加食譜，感興趣的記得訂閱，點開旁邊小鈴鐺也記得打開全部，也記得 follow 我的 IG，關注我的小紅書，我們下期見。